这个故事的标题叫梯子啪啪走嘛，虽然大家好像都会关注到啪啪的部分，但其实走的部分也很重要。每一话的男主角跟梯子都会有一个散步跟聊天的过程，是这个漫画我觉得很核心的部分。可能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前戏，你要先对这个人有点感兴趣了，最后我可以比较放松的跟他发生这个关系。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天来宾呢是大受欢迎的台湾漫画《梯子啪啪走》的作者谷子。那谷子到底强在哪呢？首先，《梯子啪啪走》是一部话题跟销量兼具的现象级台漫，首集的销量就高达了10000本哦，超级厉害。而且特殊又有趣的题材也吸引到了日本出版社主动询问授权，现在也已经翻译成了日文版，在日本贩售。那这个以女性约炮为题材的漫画到底是如何在台湾、日本都受到热烈关注的？梯子也会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子的约炮小教室呢？就让我们跟着《梯子啪啪走》的作者谷子一起来聊聊吧。那麻烦谷子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谷子。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镜头外也还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也会一起来聊聊哦。大家好，我是洋洋。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是行销人员吗？是否曾经想过怎么让自己的品牌在茫茫的广告媒体当中吸引到大众的目光呢？或者有些的产品服务需要把抽象而且复杂的资讯有脉络的解释给消费者呢？或许你可以考虑用动画来解决哦。简讯设计长期为企业制作形象动画，用创意有温度的故事传递核心价值，而且50% 以上的观众会因为动画而提升对于品牌的好感度。另外也有专业的解释型动画，透过视觉的转化，一步步让受众了解产品的功能或服务。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专案，我们的团队呢都会帮你从前期计划到影片制作，帮你规划好一条龙的流程。此外呢，如果你还有像是其他的 logo 动画频道片头，只要是跟动画设计相关的需求，都欢迎来信洽询哦，价钱都好谈。我很好奇，就是当初怎么会想要以这个约炮为主题来创作漫画？其实好像不是特别设定以约炮为主题，可能就是刚好那一阵子约炮这个名词最近蛮常出现在网络上面，我觉得就是吸收到了网络上面大家刚讨论的东西，然后就画这个漫画这样子。那梯子这个名称的设定是怎么样开始？因为它是用 Tinder 嘛，虽然没有在公盘，没有在业配 Tinder，但是梯子的梯也可以当台湾的梯啦，这个梯其实可以自由解释。那我想要帮网友问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就是这些故事的灵感你要从哪里搜集？当然网络上我自己很爱看这种类型的体验文分享，我自己其实也会去滑日本版的 Tinder 真的只要开付费就可以跨区滑嘛，所以你可以定位在日本，然后去滑当地的那个 Tinder 这样子。真的，因为我最近听说要滑日本的 Tinder 好像还要验证你的护照，它现在变严格了，所以我现在在日本，然后连我在日本滑Tinder都要拍我的在留卡跟我的护照，还要确认我的年龄跟身份是正确，他才给我滑这样子。那我还有一个额外很好奇的事情，因为大部分日本人的社群软体都会不放自己的大头，他们就只放一些看不到脸的东西。他们在交友软体上也会这样吗？有些就是我也其实不是很理解，就是有些照片真的就只放车子跟食物，还有一些娃娃，就是没有人脸的照片，我也不太懂它是什么意思。但是这类型也蛮多的这样子，因为是 Tinder 吧，所以我觉得 Tinder 被日本可能定位为比较玩乐型的 app， 所以有些人可能不想要被认出来是谁，所以他们都会放一些没有脸的照片。但是如果是认真向的，像派爱族或是东咖喱这种婚活类型的，基本上应该都会放脸了。应该说没有放脸的话不会让你进去。但是这种本土 app 其实审查更严格。我有个朋友，他就是有在玩一个叫东咖喱的日本的那个交友 app， 他算是偏婚活向的，然后你年收都要写，然后他还要入会审查，甚至要是长得好看一点才能够进去。但我很好奇，为什么你当时会想说要把这个舞台设定在日本而不是台湾？其实也是因为那几年大家喜欢日本旅游，然后我也讲一个好像比较跟无关的是，因为其实我是用那个漫画软体画的，就叫 Clip Studio Pen， 这个是日本现在主流的一个漫画软体，因为都是日本自制的，所以它很多素材的街景都是日本。有一个考量是用日本为主题的话，我用素材用日本街景就不会有奇怪的问题，因为其实在台湾画漫画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助手比较难找嘛，然后背景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大家会烦恼的事情。像因为韩国条漫也很流行但台湾人其实用韩国那边的素材也会是韩国街景，所以其实台湾人要做自己的素材，有些人会自己去做 3D 建模台湾的街景这样子，但那个比较耗成本。然后我那时候其实用 Clip 的话，直接设定日本，我就可以动日本的背景，我就直接拿他们的素材用就好了。所以这个素材是本来就内建在里面。对，就是我可以去网上搜寻，其实那个就是一个自由可以上传素材的网站，但是因为都是日本的用户为主，所以日本的素材是最多的，那我就用里面的日本的背景就可以直接套用。原来是因为制成的关系。有一个考量是这样子啊，我没有想过原来有这个门槛存在。对，那另外的考量是什么呢？当
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日本的主题，因为我自己也是看日本漫画长大。这个漫画其实到后期的时候有一部分在讲说女主角为什么去日本约，是因为她从小看日本漫画，所以对日本有一个很大的憧憬。那这个旅程就是一个幻灭之旅，当时是有这个考量，所以想说以这个女主角去日本，但是幻灭之旅为主题这样子。那这本漫画的读者大多会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是女生比较多吧，我自己觉得有一些直男，这才是我比较意外的。我原本一开始画漫画的那个预设群体其实是女生为主，但后来发现其实男生也蛮多的，甚至好像可能快到55波了吧。如果是 Woolworker 那边的话，电子书上面可能男女的会到各半吧。作为一个作者，你在思考说这个东西是要给女生看或给男生看的，你在创作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吗？原本有一度会想要讨好所有人，但我后来发现不对，这漫画的主题本身就是想要画给女生看，所以当然是比较在乎女主角的心情，就是女性角色的观点或是心情。像角色一定要带套这一点，我自己会觉得那是为了要让女性读者看的时候不会产生一些疙瘩这样子，但男生好像不太会注意到。我之前在 Podcast 上面跟标准鸟生活这个频道的主持人是2位男性嘛，然后我那时候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发现这个设定，就是故事里面的男生都要带套这件事情，他们是我讲了之后才发现啊真的耶。但是很多女生以前跟我讨论的时候会跟我说，其实他们有时候看一些 A 漫会出戏的理由是因为他光是看到男主角没有带套就上，他那个时候就会没办法再继续看下去。这个反而是我有注意到的点，因为的确是跟一般我们传统的男性向的人不一样，就光是表现形式的不一样，就这个很细节，然后因为这些细节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贴近日常的感觉。男生为什么不会想到？就有一种他们纯粹觉得我信任吧。我觉得不是，其实应该会有蛮大比例的人是这个生理的问题。那这部漫画它其实也有卖到日本嘛，版权。那台湾读者跟日本读者他们的反应有什么差别吗？台湾读者会比较专注在故事里面提到台湾的部分，像女主角跟她的约出来的男生聊天的时候聊到说台湾有手摇饮料啊之类的，那时候还在网络上连载的时候，下面的留言就会很踊跃说这是一中街哪里一家饮料店的饮料这样子，就是会比较热衷讨论于故事里面出现的。虽然它是故事的舞台在日本，但是因为女主角是台湾人嘛，台湾人讨论的点很多是聚焦在作为一个台湾人到日本去感受的部分，或是一些台湾的点的元素。但是日本的读者反而看到的都是原来日本人在外国人眼中是这个样子从外面看日本的感觉，跟原来日本是连锁企业王国，原来是这样子那种感觉。我还以为例如说东京好了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就会觉得他们可能这些都已经听腻了，没有想到他们还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在讨论。我之前看一个评论，他写的蛮长，他有一段是在写说什么他好像感受到一种文化冲击的暴雨打在身上的感觉。好有趣。对，因为他就说这样的故事在日本，但好像他自己看很像是一个异世界日本的感觉，就是用外国人的角度去看日本，他自己反而会有觉得日本是这样子的嘛。例如说以故事设定来说，女主角基本上虽然遇到都是雷炮跟很衰的事情，但是她其实没有遇到真正很危险的事情，例如说被骗啊，或是被掳走或绑架，或是一些比较社会案件部分的比较负面的东西。然后他那时候看的时候，他想说这个日本真的是日本吗？这是什么美好滤镜的日本？好像太安全了吧，好像太过漂亮美好，好像泡泡一样。他自己理解完这个漫画之后，他就说我懂了，这就是一个进化版后的日本，被排毒过后的日本这样子。所以这个人眼中的日本是充满着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对，有危险。以当地人来说，他会觉得说他可能看得到更多危险的部分，但是在漫画里面完全没有看到，反而会觉得有一种异世界的感觉。那你有因为这个回馈，然后觉得说我要加入一点这样元素吗？还是觉得没有，这就不是你创作的方向？我觉得他这个反应蛮有趣的，但是我就还是以我自己会感受到的日本为主去画这样子。因为如果要去贴近当地人的想法，可能就反而不是当地人想要的。他就是想要看这种文化冲击暴雨的感觉。诺阳，我突然好奇，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看这部漫画？我觉得这个主题对我来说本来就很有吸引力，因为我觉得性对女生来说，它本来就会有一点禁忌的感觉嘛，然后约炮又会被道德上面感觉好像不是那么正当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大家又在提倡说女生也可以情欲解放啊，因为大家都说这部漫画就是一个就是很快乐的角度，确实在看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很新鲜很有趣，所以我就觉得看这本漫画一开始是这个主题很有趣，看完之后你得到的回馈我觉得也是好的，而且我觉得这本漫画会这么受欢迎，应该就是勾起了很多人内心的欲望跟好奇，所以我在看完这个漫画之后就产生了超多问题想要问梯子。今天我就设计了一连串这个约炮小学堂的问题，请志祺来帮我问一下谷子，让谷子来帮梯子回答一下。好，我来看一下你的第一题是什么。你第一题写说为什么梯子会想要开始约炮而不是谈恋爱呢？当然这个故事主题是设定约炮，但是问题是如果要谈恋爱的话又花太多时间约炮就是这样才能够切换很多种角色，你可以一口气吃很多种不同的男性角色。如果是以恋爱为
为切入主题的话，没有个10几本是画不完这么多角色的吧？如果你要以女主角一个人，她要体验这么多男性的话，如果每个都要以恋爱为切入的话，那其实会画不完。所以以约炮为主题，它会很像是在打游戏一样，就是打怪打了一个，然后打下一个，打下一个。因为之前看有漫画评论说，这本漫画的调性很像是在打游戏一样，所以它会让你忽略掉现实中的一些阻碍这样子。因为一般来说这个漫画很日常，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有时候可能会想到现实中有很多危险啊，那这些危险在故事里面被淡化掉，是因为它的故事的调性很像游戏一样。你在打游戏的时候，你也不会想说这个龙怎么砍2下就死掉了，你想说啊，我砍2下就死掉，那我就换下一关这样子。它的设计题材让它的那个节奏变得比较轻快这样子。哇，我觉得超酷的。从漫画家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这样设定会跟我原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再来第二个，梯子约炮的时候是怎么样挑选对象的？有什么样的偏好或者是小撇步吗？在故事里面，梯子最喜欢的对象应该可能看漫画可以理解吧。像第2集里面出现那种站务员，就是黑发，然后有一种禁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严肃正经的男生是梯子喜欢，想要去征服他的欲望，是攻略的感觉。就是他漫画里面会讲到，他会先设定好目标，然后再去选类似的对象这样子。再来是约炮的时候，梯子呢有什么样的流程吗？需不需要先培养感情之类的呢？这个故事的标题叫梯子啪啪走嘛，虽然大家好像都会关注到啪啪的部分，但其实走的部分也很重要。仔细看漫画的话，其实每一话的男主角跟梯子都会有一个聊天跟走路的过程，散步然后聊天是很重要的。对，因为那个是一个认识彼此跟互相了解的过程，可能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前戏，就是你要先对这个人有点感兴趣了，最后我可以比较放松的跟他发生这个关系。所以在开始之前，他们走路的聊天这个过程，就是他们最重要理解说，我接下来要不要进行的那一个重点嘛。对，或是有时候不是在事前，有时候是事后嘛，就是他可能事前是很快速的进入，但事后都会有一个散步跟聊天的过程，是这个漫画我觉得很核心的部分。如果把它拔掉的话，其实就会变得跟一般像的作品会比较像这样，因为它的日常的步调其实来自于边散步边聊天的过程这样子。那在下一题，梯子约炮的时候会特别注意或小心哪些地方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吗？通常都还是会约在人比较多的地方见面之后再看下一步要干嘛。梯子不会在讯息里面直接说要进行性行为，通常都是说约出来吃饭，不要让对方有期待说我们就是要出来性行为，这样子的话，对方如果有错误的期待，然后最后发现不太行的话，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不是讲好要这样子做嘛？所以通常都是约吃饭你们自己聊天的话，再看气氛要不要进行到下一步这样子。那另外我还看到了一个问题，他是说网络上面有人会觉得像约炮可能不对啊，或者是约炮很脏，那梯子还会烦恼这样的问题吗？没有啊，烦恼我后来也觉得要跟别人吵或是跟别人辩论，希望别人认同自己这个想法，也终究来说就是希望对方喜欢自己嘛。那我不要他喜欢我的话，那这件事就无所谓啊。哇，他已经成佛了，没关系啦，你说的是对的，我没有想要参与你的世界，对，你也不要来。我不需要你的喜欢啊，所以我不用管你的想法。但我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谷子，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女生呢，就算有这个约炮的想法，她们其实都可能不太敢跟就是大家分享，或是就算有约过炮的话，可能也不敢讲。那你自己以约炮来当创作的漫画主题之后，有对你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虽然画搞笑漫画，但我其实画一画也是会想到一些社会责任的部分因为我是在网络上发布嘛，最早的时候有趣的地方是它的那个分享数可能有1000个分享，但我点进去公开分享可能只有100个，就等于说大家喜欢分享这一部，但大家都是设私人，所以我没办法看到。有一种我很想赶快让大家知道这个漫画，但同时又只能跟自己身边亲近人分享，就比较私密的感觉。有时候会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女生会互相推给对方说你看看这个漫画，然后我有时候想说这样会不会有一点尬拍音打谁的感觉，但我后来想想，其实这漫画真的是在推崇约炮吗？某种程度上那也要那个人的心中有这个想法才会被这个漫画诱导出来吧。因为这个漫画也是有人跟我说他看完之后其实反而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么累，为什么我去东京玩不能够5天都吃美食就好，为什么还要去跟男生约会，然后还要遇到雷炮，然后遇到这么多挫折这么多麻烦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够就好好吃个饭就好这样子。所以我其实觉得每个人看到漫画的想法会不太一样。这是佛印的故事就是因为你心中有大便所以你讲别人是大便也是会有人觉得是幻灭之旅吧，很多人很想做，但他看了这漫画反而消火，觉得说现实中这些咖这样子，就算你很认真的去做约炮这件事情，你很认真的去挑选对象，但最后你可能都会败兴而归。这漫画本来就有一种搞笑的那种两面性在这边这样子。那你现在有没有收过什么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回馈？最早发布的时候，其实有些女生是跑来跟我说，她其实觉得看着漫画有被救赎的感觉，因为她自己也约过炮，但是遇到也是雷炮的经验，可能她可能自己很介意，但看这个漫画反而还有一种搞笑式的把它抒发掉了，有一种好像也可以一笑置之
致的感觉，好像不用这么严肃的看待他说我的人生怎么那么失败这样子，或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他有不好的约炮经验，看这漫画会觉得比较解放啊，有一些是觉得说很好奇这件事情，要看这个漫画也会有一种原来是这种感觉，就可以带入女主角去体验这件事，他也觉得很有趣这样子。这类型的回应日本的读者也是有女生的读者跟我说，他虽然是日本人，他在日本生活，但是他没想到怎么会有个外国人敢在日本这样子玩，会有种虽然是自己的国家，但好像可以带入这个外国人角色去体验自己的国家的视角这样子。因为最近1年你是在日本打工度假嘛，对对对，你觉得在日本打工度假对你创作这个漫画有什么样子有趣的帮助吗？多少有啊，就是我可以更认真的观察日本这个国家这样子。更观察了之后，有感觉到哪些是跟之前的想象不一样的吗？反而更加强了之前的刻板印象的感觉。怎么说？日本人真的不太直接啊，在日本真的很容易遇到搭讪就在日本的时候，我就是遛狗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大叔，然后他就突然跑来跟我问路，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是外国人，不好意思。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中文，他就跟我说我最近也在学中文，反正他就是硬要跟我聊天。我想说好吧，既然他都这么热情了，那我就还是带他去车站好了，因为他就问我说车站哪边走。然后聊到最后结果的时候，我就说从这边直走就可以到车站，然后拜拜。然后突然就跟我说可不可以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因为他想要请我吃个饭道谢一下。我就说这就是所谓的 Namba de show， 就是这就是搭讪吧。然后他就说 no， 这不是搭讪，这是命运。就是你好像没办法直接的让他承认这件事情。后来问他说那你单身吗？然后说他说我单身，但我结过一次婚。我就说所以你离婚了吗？他说不可以讲离婚，要讲结过一次婚。就是有些负面的词他不想把它连在他自己身上。这不是搭讪，这是命运。这不是离婚，这是结过一次婚。然后我就会很在意那些事情，所以他可能就是不想听到这么直接的说法这样子。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想象，就是如果你刚刚讲说走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元素，你就多跟这些人相处，就有更多小小的细节会跑出来，其实都很好玩。我觉得我对日本人抓的细节好像可以更精准，因为我在跟日本人聊天或是走路的过程、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可以截取到这些人物的细节这样子。那接下来还有计划要推出新的集数或别的作品吗？目前应该会先往后把这故事讲完这样子。出新的作品的话，目前没有考虑，但是可能就是画一些日常在日本发生的事情吧。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自己机器的观众分享的呢？大家可以踊跃的购买这本漫画，它目前有电子书跟实体书都有。当然电子书比较方便，而且也是不用担心被家人看到，但是它的实体书其实一直以来都蛮多读者跟我分享，他们的实体书有一些运势加持的效果，因为就摆在家里面，然后有些可能暧昧对象来家里看，就说你怎么会有这本书，然后就看了一下，然后可能就有些契机，对，有个契机或是什么干柴烈火之类的。很多人因为实体书借阅的关系，然后可能有促成一些姻缘之类的。好酷哦，这好酷哦，我没有想过，但是其实很合理的分身。好，那大家可以买下实体书。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就是古姐的分享哦。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别忘把影片分享出去。那今天呢我们自己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拜拜。